不用 TypeScript 最痛的地方，不是程式完全不能跑，更麻烦的是你改坏了，它还可能继续跑。Agent 把 username 改成 displayName， 画面看起来也更新完成。可是 Formatter、React Component 还有送资料的 Function 可能仍然抓着旧栏位，有的资料先变成空值，有的错要等那条流程真的被走到才报。TypeScript 的好处就是在你逐页踩雷以前，把型别看得见的冲突集中列出来。Agent 一次改动跨过越多档案，这道检查就越有用。可是假如 TypeCheck 已经通过，程式就真的安全了吗？先别急， TypeScript 一开始面对的就是同一种程式越长越难管的问题。TypeScript 在2012年公开，官方10年回顾提到，当时 Microsoft 内外的团队都在面对复杂 JavaScript codebase 的巨大挑战。JavaScript 已经从小型网页 script 长成各种规模的应用，可是程式单元之间有哪些关系？某个 function 到底期待什么资料，仍然很容易只存在文件或开发者脑中。TypeScript 没有另外发明一个 runtime， 它选择留在 JavaScript 上面，加上一套 static type system， 提早找出可能的错，也让大型程式更容易被组织。检查完成后，型别会被擦掉，最后执行的仍然是 JavaScript。所以 React 可以用 TypeScript，Next.js 也可以用 TypeScript， 但 React 是 UI library，Next.js 是 React Framework， 它们不是 TypeScript 的地基。TypeScript 解的是 source code 彼此不同意的地方。现在回到刚刚那次改名，先把 user 的 contract 从 name 改成 displayName， 这一行改完，真正的工作才开始。Format user 还在呼叫 username to uppercase，User card 还在显示 username， 准备送回伺服器的 payload 也还在读旧栏位。没有共享 contract， 你得靠搜寻、记忆或真的把每条路径跑过一次。只要漏掉一个，错误就流到 runtime。现在跑 TypeCheck， 3个档案一起亮起来，讯息都指向同一件事，新的 user 已经没有 name。Compiler 不会替你决定 payload 是否也该改成 displayName， 那是 API 与产品规格的问题。但它把需要人或 agent 判断的位置先圈出来了，这就是 TypeScript 对 refactor 最实际的帮助。错误清单不是在刁难你，它是在告诉你这次改动还没有穿过整份 contract。这也是开发者愿意承担 TypeScript 成本的原因。你要多写一些型别，也要处理 compiler 不同意的地方，换来的是 function、component props 和资料模型，都能把预期形状放回程式里。游标停在参数上，编辑器能告诉你要传什么。栏位改名 references 和 diagnostics 能提早显示影响范围。下一个接手的人不必只靠猜测理解资料，专案越多人碰，越常修改，这份共享 contract 越有回报。你也不用等到学完所有进阶型别才开始，现有 JavaScript 可以先打开 check 或用 JSDOC check.js 取得一部分检查。新模组和核心 contract 在逐步收紧 strict。 TypeScript 的门槛可以分段支付，重点是先把最容易漏改的边界写清楚。Vibe coding 让 agent 参与产生和修改程式，却没有改变专案，仍然需要验收。最危险的完成讯息往往只有一句改好了，它可能真的改了档案，也可能只检查了眼前那一页。 OpenAI 对 Codex 的说明里， agent 可以读写档案，也能跑 tests、linters 和 type checkers。 你可以把完成条件写成一张检查卡，先跑 type check， 再跑和变更相关的 tests。 Compiler 有意见就修，暂时不能修就指出档案与风险。最重要的限制是没有得到同意，不准用 anits、ichhard 或双重 assertion 把红线直接消掉。你不需要自己盯着每一行，但 agent 也不能只用一句完成了交差。TypeScript 团队在2026年7月8日发布 7.0 时，甚至直接把 AI Agent 执行 TSC 读取 errors， 缩短 feedback loop 写进公告。这不证明 TypeScript 会让所有 agent 变聪明，它证明的是 compiler feedback 已经能成为 agent 工作流程里可以重复执行的一道 gate。 不过这里一定要踩一次刹车。假设你写了一个 user type， 里面有 display name，接着用 JSON Plus 读进一段外部资料，那段 JSON 实际给的是底线版的 displayName， 因为 JSON Plus 回来的是 any，
这份资料可以穿过 type check， 直到程式呼叫 user display name to uppercase runtime 才发现栏位根本不存在。TypeScript 的型别在执行前会被擦掉，它不会替你验证 API 档案或使用者输入。外部资料仍要做 runtime validation， 重要流程仍要跑 tests， 权限安全和画面结果仍要 review。未来比较可靠的 agent 开发不会只靠一道 gate， 而是让型别先抓 contract 的冲突，再把剩下的错交给 validation tests 和人。长期维护跨模组会让 agent 持续修改的专案很值得这样做。一次性小 script 则可以从 test check 开始，你不必相信 agent 每次都写对，先要求他证明这次修改至少和整个专案写下来的 contract 相容。